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上海的疫情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，我们平时一定要多囤一些食物和蔬菜。小葱是我们厨房中必不可少的调味品，无论是炒菜、煮面条、包包子，或者是包饺子、做鸡蛋饼，我们都会放上一些小葱来增香。所以囤蔬菜和囤食物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多囤一些。但是小葱是一种很难保存的蔬菜，特别是现在天气越来越热，买回来的小葱没放几天就变黄了，放冰箱冷藏又会变得软烂，相信你也遇到了同样的难题。今天教几个实用而且好用的小技巧。首先分享第一个方法，买回来的小葱不用清洗，直接从葱白往上6-7厘米，看着葱叶开始分叉的部位，一刀切下，葱叶的部分可以直接吃了，葱白的部分呢，就是可以持续利用的部位。记住，小葱的根须一定要保留哦。我们买葱时也需要注意，买葱更相对旺盛的，这样的小葱营养好，水分足，也会更新鲜。把葱白部分坏了腌的摘干净，这样保存时它才不会发臭，然后先放一边备用。这时拿出家里边的水瓶，如果是喝饮料的，要清洗干净再用哦。用剪刀根据葱白的长度剪下一个合适的长度，我们要用瓶子身的下半部分，像这样就行。直接把小葱白放到里边，接着倒入没过葱根的清水就可以，把葱放到里边，这样葱就可以成活，随时换水，可以慢慢长大。吃的时候掐点葱叶就可以，是不是非常的不错？这样储存2-3个月也是没有问题。建议大家直接放在阳台上，或者是阳光能够晒到的地方养葱，大概2-3天换一次水。想起来就晒晒太阳，长得更快。不过夏天别拿去暴晒，可能会晒死。约4-5天就能长出5厘米左右的葱叶了。继续把葱绿剪下来，重复上述步骤，正好前一批葱叶也吃完了，于是就能用源源不断的葱了。虽然长在水瓶中不会长得那么粗壮，但是这样储存它1年都是新鲜的，还能当盆景观赏。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方法。我们先将买回来的葱给它处理干净，先把小葱坏掉或者是黄掉的叶子摘下来不要了，再把根部下边的烂皮等等全部摘干净。我们从市面上买回来的香葱一定要清洗干净，不然的话它表面上附着的细菌会污染到其他地方。摘好的小葱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盆清水，往里边加入1勺食盐，再加2勺食用小苏打，用手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食盐和小苏打溶解，然后把小葱放入盐水中，用手给它搓匀。搓匀后，我们把葱根浸泡5分钟。大家会看到小葱上面会有蓝色的不明液体的痕迹，这种物体叫做南矾，俗称南粉，它是农药中的一种，所以我们在保存之前一定要清洗干净了，不然长期保存进入小葱内部误食就不好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用小苏打清洗的原因了。小苏打加入水中以后，水就会变成弱碱性，而常见的农药大部分都是有机农药，基本上都属于弱碱性和酸性的，它们会遇到碱就会被分解。因此许多农药产品上面的包装都会标明不能与碱性农药混合使用。浸泡时间差不多了，就把根须搓一搓，特别是根须和夹缝中是最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，然后把葱叶漂洗一下就可以。葱叶部分不要过分搓揉，随意漂洗就好，因为它实在是太娇气了。我们再用清水漂洗一遍，这样也可以去除小葱表面的碱味。这时小葱就清洗的差不多了，再控水捞出，放到菜篮子里边沥干表面的水分。赶时间的朋友可以像我这样用厨房纸把水分全部擦干，
因为有水的话，保存时小葱是很容易稀烂的，像这样就可以了，确保没有一点水分哦。下面分享第二个方法，案板上铺上一张保鲜膜，然后把小葱放上来，用保鲜膜把小葱包起来，包的时候稍微包紧一些，尽量将里面的空气排挤干净，这样放进冰箱冷藏保存就可以。保存小葱时，除了要保持干燥不能有水分外，还要保留小葱的根须，根须可以持续为小葱提供需要的养分和水分，这样小葱就不会因为缺少养分变得枯黄，而从中间可以锁住小葱的水分，减少流失，使小葱的保存时间能更长。用这个方法保存香葱，就可以减少它的呼吸作用还有蒸腾作用，然后再把它放到冰箱冷藏保存，这样就可以降低香葱的呼吸作用。用这个方法保存小葱，即使放上1-2个月也不会坏哦，不会发黄烂掉，特别适合我们随吃随取，而且已经清洗干净了，吃的时候直接拿出来切一切就可以，还非常的省事方便。方法3，同样的把用不完的小葱摘洗干净，晾干水分，同时把根须也切下来不要了，然后将小葱放到案板上切成小段，根据平时自己烹饪的喜好决定长度。切好后把它抖散开，就是把葱白和葱叶的部分混合均匀，这样吃的时候更好吃。然后我们准备2个密封性好一点的瓶子，记住一定要塑料的，因为我们要放冰箱冷冻保存。使用塑料的安全性相对较高，高温杀菌，然后晾干水分，就可以把小葱装进来了。选用瓶子时要注意，这个瓶子的密封性一定要好，如果没有密封盒，那我们就选用密封袋也是可以的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，关注我一下吧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，装满就可以，最后盖上盖子密封好，放进冰箱冷冻保存。这个方法适合长时间保存小葱，按照这个方法保存得当，小葱即使存放半年也是新鲜的，而且食用的时候随吃随取，特别方便，拿出来依旧葱香浓郁，吃的时候直接取一小把，不用解冻，放进油锅就可以用来炒菜了，味道一点都不会变的，这样我们1年都可以吃到新鲜美味的小葱了。在不方便的时候可以试试这个方法，以后家里面有多余的小葱用不完的话，就用上面的这3种方法进行保存。如果还有别的蔬菜，例如紫苏和香菜之类的，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保存，都是特别有用的哦。好啦，今日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我的视频就给我点个 like， 订阅我的频道吧，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